这里呢，又回到葶苈大枣泻肺汤，跟前面痰饮咳嗽互相呼应的哈。我们的肺痈，啊，当我们有支饮的时候，病人没有办法呼吸，甚至没有办法躺下去。这里会用到葶苈大枣泻肺汤，诸位在我们练肺痈的时候知道，葶苈子呢是苦药，是苦味的药，寒，所以肺里面一定是有热，盛非常的燥热，热非常的盛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葶苈大枣泻肺汤。好，在肺痈。这个热盛就是日久，好，病久了，哦，那失智一直没有碰到好医生，没有用对药，没有治好，好，慢慢会肺化脓了，一样看起来呢也是支引就是啊胸胁鼓满在这一带非常的痛，好支引，好在肋间的这个地方痛，没有办法喘息。这几个条件下来，就是跟诸位讲，同样是胸热痛，它的原因很多，你要分辨得出来。什么时候用厚朴大黄汤？什么时候用葶苈大枣泻肺汤？好，什么时候用木防己汤？好，其实很简单。好，临症的时候，你们跟我临床一段时间，什么都会看到。我们那里很好玩，什么病人都跑来。好，然后常常是我才刚刚讲完这个，跟大家讲完这个案例，我们会用什么处方？然后现在新病人来，我们进去看，一进来他就讲，他讲治这个病，常常会这样子。好。所以医有医源啊，很特殊，很奇怪。好，那这个在接下来呢，这个诸位看着，因为葶苈大枣泻肺汤我们前面有介绍过，所以我们就不讲方子怎么用了哈。呕加，你一个呕吐的人，什么叫做呕加？就是比如说孕妇，她从怀孕开始就是不断的恶心呕吐，也是呕加。还有的人呢，就是常年胃不好，一直在呕吐，好，呕吐这是呕加。呕加的人呢，因为你吐了很多，津液伤到，本来就该渴嘛，好，这是个 common sense。所以说，呕吐的人呢，本来就是口渴，现在渴者呢是郁结。你只要正常的发展哈，就是比如说我吐得很厉害，那可能呢是昨天晚上我喝酒喝得很凶，喝酒喝穿了，结果呢大吐有没有？吐完以后，当时人就昏睡过去了嘛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渴，我非要赶快喝水，这种都是自己会好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想就好了哈。那现在有个人呢，吐完了居然不渴，对吧？有问题在里面。好，心下有支引造成的，所以你如果是呕吐的人，吐完没有渴的话，代表这个人有支引在那边。好，所以你要查查看你有没有支引。你今晚喝酒喝多一点，然后吐完了看啊，我早上口渴，代表没有支引。没有口渴有支引，好，小半夏汤。小半夏汤呢，就是半夏跟生姜，好，很浅的一个处方。好，小半夏汤就是这个恶心嘛，恶心，好，恶心。那这种汤剂呢，只要病人有水逆，因为小半夏汤就是半夏跟生姜2味药而已。好，那我们临床真的在用的时候，好，张仲景呢，因为生姜本来就是解半夏的毒嘛，所以他就放生半夏下去，生半夏，然后你用姜半夏，本来就是半夏和生姜在煮在一起，你那个半夏再用姜半夏，你不多此一举，对不对？直接生半夏，生半夏去恶心、去呕吐、利水的力量很强，好，一剂下去就中了。好，那你配合生姜在里面煮，病人吃下去不会喉咙没有声音了，好，没有声音。所以生姜呢可以把胃里面的停水去掉，生半夏可以把胸膈之间的好水把它排掉。好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处方。好，这是最轻的一剂止呕的方。好。